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，手机响起，你的心猛地一紧？那不是兴奋，而是恐惧，因为你知道对方问的那个问题你没有说实话。你告诉自己，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不伤心，我只是想避免争吵，或者我只是太羞愧，不想再被指责。可是你心里知道那是谎言，而所有的谎言，哪怕是出于善意，都会在关系中留下裂痕。我们常常替对方做决定，这件事儿他知道了一定会难过，他太敏感了，说了事情会更复杂。反正我以后也会改，不如不说。听起来像是在体贴，在保护，但其实从那一刻，关系已经失去了平等。因为你开始站在掌控者的位置，决定对方应该知道什么，不应该知道什么，决定对方应该怎样反应，不应该怎样反应。那不再是爱，而是披着温柔外衣的控制。很多人以为撒谎只是遮掩一个事实，但心理学告诉我们，被摧毁的其实是信任。信任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基础。它意味着，我相信你看着我时是诚实的，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隐藏，我相信你站在我这一边。而当谎言出现，这个结构会瞬间崩塌，不是一点点裂，而是整个塌陷。那一刻，对方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连一点真话都不值得？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他怎么舍得骗我？这种怀疑不会停在一件事上，它会蔓延成一种不安全感，一种挥之不去、如影随形的怀疑。从此以后，每个笑容都可能被质疑，每个沉默都变成恐惧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再被质疑、再解释、再被逼到墙角。我理解，有些伴侣确实控制欲强，情绪不稳，容易夸大。你害怕说实话，只会掀起更大的风暴。但请记住，两个错误不会造就一个正确。谎言不会让风暴过去，它只会让它延迟爆发。而当它爆发时，威力只会更大。那时，对方不仅为事情本身生气，更为你骗了他而彻底崩溃。他们的愤怒甚至会验证原本的不安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在隐瞒。于是他们更控制、更敏感、更多疑，而你更防御、更疏远。就这样，关系陷入死循环。很多时候，对方真正生气的不是你做了那件事，而是你选择不说出真相。那是一种深层的背叛，像是在说，原来我在你心里连承受真相的资格都没有。这种痛比冲突更深，因为冲突还代表着我们还在沟通，而谎言则意味着你已经退出了沟通。那一刻，爱就变成了孤独。如果你正处在这种状态，请先别急着自责。谎言从来不是孤立的行为，它背后总有情绪，也许是恐惧，害怕失去爱，也许是羞愧，不想暴露自己最糟糕的那面，也许是无力，觉得说了也没人懂。但疗愈必须从觉察开始，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不敢说真话？我在害怕什么？我真正想保护的是谁？当你有勇气去直面这些问题时，你就已经在慢慢靠近诚实。信任破裂后，并非无法重建，但它不会因为一句对不起而自动恢复，它需要一个漫长、艰难却又极其真实的过程。你必须愿意承认自己错了，不找借口，允许对方生气，让他们表达失望，给他们时间重新学会相信你。最重要的是，从此刻起保持彻底的诚实，不再说这件小事儿无所谓，
不再想我只是想让气氛好一点，而是把真话当成你对这段关系最深的尊重。你无法一边说我爱你，一边说谎，因为爱意味着诚实、透明和勇气。请记住，诚实不是一种技巧，而是一种爱。它在传达我尊重你，值得知道真相，我相信这段关系值得我冒险去坦白，我愿意为爱承担后果。当你这么做时，也许一开始会痛，但那是疗愈的痛，而谎言带来的是腐烂的痛。真正成熟的爱不是永远不犯错，而是犯错后仍有勇气回头。现在请停下来，深呼吸，去面对那份真相，因为从这一刻起，你终于能用诚实重新开始去爱。我们下次见。